谁能想到导演只是想找个演员来演观音菩萨，结果一不小心把真神给请了出来。我就跟他说他就是观音，我让他演，他就给我争。如来佛旨，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。方才听见你的笑声，特留残部前来看你。其实当初导演杨洁选择39岁的左大斌扮演观音时，就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。常务李成儒认为左大斌年纪太大，长相不好看，可导演杨洁却认为观音的气质绝非美人。观音不是漂亮小姑娘，不是小美人，她是一个有佛像的，是一个有尊严的，她是个菩萨。结果等到左大斌化好妆站到众人面前时，李成儒彻底闭了嘴，因为这形象简直就是本尊复活。然而外形上过关了，演技却成了难题。作为湘剧名角的左大斌，总是会不自觉带入戏曲专业动作，也很难演出观音的神韵。为此，左大斌走访众多古庙，研究了上千尊观音神像，反复模仿观音的每一个姿态、手势和神情动作，最终达到了形神合一。或许是因为演得太过传神，导致左大斌在拍摄过程中总是屡遭怪事，甚至拥有了操纵天气的特异功能。我不太清楚，但是呢，后来拍《西游记》，后来中间遇到很多的比较奇怪的事儿。就在剧组前往四川拍摄偷吃人参果的戏份时，导演要求观音救活人参果树的那场戏必须要有阳光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。可谁成想，当年成都下了整整1个月的大雨，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，左大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结果一出场，不仅雨彻底停了，甚至还冒起了大太阳。拍别人戏的时候，他那小雨还在下；那拍我的戏，他就停止了。有时候特冷的时候是阴天，但是我出场到出太阳。像这样的时间，这种情况，它还不是1次2次。不得不说，就这通天本领，估计雨神萧敬腾都得直呼内行。如果说1次2次算是偶然，可这种现象在剧组早已是家常便饭。就在武夷山云窝拍戏时，剧组再次遇见了阴雨天气。看着摄像机前早已被淋成落汤猴的刘小龄童，即将上场的左大斌则是大感不妙。可就在左大斌冒着被淋湿的风险走出亭子时，老天爷再次为他开了绿卡。少华今天完蛋了，我就穿的顶薄的，这纱着，这雨一下，你看我这身上都透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把那个大衣就推掉，一推掉呢，就把那个纱呢挂头上，挂完的时候还没出那个亭子，出太阳了。这一系列的怪异事件直接把左大斌本人都整懵了，于是从不信佛的他开始信奉神明。生日当天决定去寺庙拜一拜真正的观音菩萨，结果当场被一群大妈追着跪拜。2、3个呢老太婆，你看这，观音在这儿，观音在这儿，我吓得赶紧我不跪，赶紧跑。然而更离谱的是，由于《西游记》爆火后，左大斌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，直接统一了全国的观音菩萨脸。于是作为大活人的左大斌更是为老百姓早早摆在了供桌上。下面还供了那个苹果啊，还有香烛啊，甚至供了。我觉得这像有点像我一样的，我就进去看。我一看是我了，看着自己的画像被挂在墙上，接受香火供奉，左大斌本人简直哭笑不得。不过比左大斌更惨的还得是玉皇大帝扮演者，不仅喜提天地银行行长宝座，头像更是被直接印在了冥币上数10年。很多地儿都有你的形象。说的是冥币是吧？玉皇大帝演完了以后就拿我那样吧，只是找不到谁弄的这冥币。对，想跟他们打官司，冥币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。果然，神仙也有自己的烦恼。